天是20上好大家晚上好。2023年8月22号，好，我们的雍清老师今天要来帮我们做第2场的讲座哦，观察探索。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陈雍清老师。好，时间交给老师。好，各位伙伴好。好，各位有看到那个投影片的吗？有齁。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第2个部分，上次是介绍昆虫，那这一次呢是要跟大家介绍呢蛙类。那我们伙伴在野外的时候，其实最常碰到的就是白天会碰到很多的鸟类或者是昆虫类。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是有在做宿营或者是露营活动的时候，那在野外通常都会只要有水的地方，多少呢都会看到蛙类的出现啊。那有的时候觉得说啊，那蟾蜍它算是蛙类吗？那个蛙类啊，这些青蛙到底有没有毒啊？可不可以碰啊？有没有危险啊？这些的干不干净啊？但是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呢，它就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周边，所以我觉得呢，它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认识亲近的一个生态的朋友。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个青蛙呢来做一个主要的分享介绍。那题目叫做斯瓦特分析哦，那其实是搭上一点点那个 SWOT 分析的意思啊，其实没什么关系。好，主要是跟大家介绍说，斯就是这里嘛，哈，那蛙，那特分析呢，就是呢特别来介绍他们。那在台湾这边的蛙类这样子。好，那图片上可以看到呢，这是一只前几年还蛮流行的，叫做什么那个旅行青蛙，对不对？好，所以呢。对，好，有印象哈。那我就呢，只是把它拿来做一个那个引子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就是蛙类的介绍，伙伴们可能会比较稍微亲切一点点。好，那再补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上一次有跟大家一开始有做自我介绍，那这一次也再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好，那我是那个花莲县怀兰社区童军团，现在只是担任幼童军团长的职务。那另外一个身份呢是荒野保护协会的解说员。好，那现在的我的正职工作呢是在国立东华附小担任高年级的导师的一个工作。好，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蛙。那蛙呢，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我们再把地球上的生物呢大致上分为四大世界，四大界。啊，我们有一个分类的方法叫界门纲目科属种。那界下来呢就是门。好，那门呢，其中一门呢，上次讲昆虫叫属于节肢动物门，就是呢骨头长在身体外表的叫做节肢动物。那如果呢身体里面呢有这个脊椎哈，就是脊索这样的一个构造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归类在于脊索动物门，好，就是动物哈，动物类。那动物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两生类，有一个叫两生类，那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这个主角有关系咯。好，那你看到这两个物种看起来觉得它们有关系吗？其实它们是有关系的哈，它们就被称为叫两生类。两生类的意思就是说，小时候幼体的时候，它们呢在水里面生活，那它是用鳃呼吸的。那到长大之后呢，它身体会做一个很大的转变哦，它会呢变成是改用肺呼吸，也就是它离开水域到水面上，到陆地上。那虽然它是呢长大之后呢会用肺呼吸，但是它身体还是要有一个湿润的皮肤来覆盖，来帮助它呢保存这些水分。那同时呢，皮肤也可以做呼吸作用，就可以帮助它做呼吸。那主要的生殖行为呢是在体外受精，也就是说，母的会把雌体呢会把卵放在水域里面，那公的呢再把它的精子呢放在水域里面，它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这个受精卵的这样的动作。好，那它主要呢在两生类里面就分为2个大目，一个叫做有尾目，有尾目就是它成体之后呢，它的尾部呢还依然保留，这个叫做有尾目。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当它变成成体之后呢，它的尾巴消失不见了。那这一类的就我们比较熟悉的蛙类。好，蛙类。好，那
这2种物种呢，它们的这2大类，它们的生存在地球上生存都已经很久很久了。那尤其是这种有尾目有尾目，那这种大家在台湾呢，不知道有没有亲眼看过？你要亲眼看过，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它通常都是躲在比较高海拔地方，然后呢是在石板下面，它会躲藏得很隐秘，不容易被你发现。那如果你有认识到它的话，那运气就非常非常的好。那它呢，它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叫做活化石什么意思呢？化石不是就是已经是变成石头，就是它已经埋藏在地底下只是证明说它曾经存在过这个地球上。像是我们熟悉的恐龙，对不对？恐龙有人看过恐龙的骨头挖到恐龙的骨头，或是甚至呢只是看到恐龙曾经踩下的脚印留下来的那个痕迹，我们就说那个就是一个化石了。那这个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只是它一开始在地球上生存的年代呢，它比恐龙还要再更早，所以呢，它到目前还存活着，而恐龙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呢把它称之为叫做活化石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呢，在地球上来讲，它的物种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非常可贵的好，它就是我们称为山椒鱼。那大家可能有听过另外一个有一种很大型的，看起来跟它有点像，但是很大型的，对不对？那种什么娃娃鱼，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好，娃娃鱼呢也是属于这种有尾目的这种两生类的一个类别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呢是要介绍这个没有尾巴，就当它变成成体之后，变成蛙了之后呢，它的尾巴会消失不见的这一种。OK， 好，那这就是刚刚呢，跟大家呢，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很有趣的图。好，那这就考验到各位的那个伙伴们了随着你的年龄群，你有认识的伙伴、认识的蛙在里面吗？有没有？好，我们往前回推，可能比较早最近接触过的应该是这一只，对不对？这个是宝可梦里面的那个妙蛙种子，对不对？好，还有伙伴有看过吗？有没有看过其他的蛙？好，这些透露出你的年纪了好，有没有认识的？我可能比较知道的，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布偶就是这一只，这叫大眼蛙，对不对？最大只那个是火影忍者那个这一只吗？这一只哇，好，那其他有认识的吗？这一只呢？这一只，这个火影忍者下面这一只，有没有？好，那这不是 Kilolo 吗 ？Kilolo 这个对不对？对，这一只是 Kilolo， 没错。好，然后这个好像是那个，这我不太知道这一只我有点印象，但是叫不太出来。好，那我们呢，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呢，对蛙的印象呢，其实很多是从这边开始的。好，就是大自然中我们还没去过之前，我们从身边接触到的是这一些卡通的啦，或者是布偶啦这一些的样子那我今天就开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野外的碰到蛙的经验那我在来花莲之前呢，其实我的对于自然的观察呢，其实停留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多久呢？其实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妈，那我妈妈是在学校里面，她是担任工友的，所以我从小学1年级的时候呢，就跟着我妈妈呢一起在学校里面。那以前我们小学1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个班级那以前的孩子生的很多，所以呢，我们的那个1年级是分为上午班跟下午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小学1年级、小学2年级都是读半天嘛。好，那我们呢读上午班的，读完之后就放学，然后还有下午班的还会来。那也就是说，我妈妈呢，她整天都要忙碌工作。那我一个人在学校要干嘛？我就很无聊，对不对？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在校园里面晃。所以我呢，在校园里面呢，就会自己玩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到那个学校后面的小水沟，很干净的小水沟去捞鱼，或者呢，跑到那个学校有喷水池，我到喷水池里面呢去捞蝌蚪。好，
然后或者是呢跑到那个水沟旁，它还有一个比较窄的一个那个水泥的那个空间，我就躺在那边睡觉。好，那抬头可以看到天上呢有那个树把那个阳光遮住了，然后但是会有一些从树的缝隙那边阳光呢就会呢洒落下来，这样子，就看着这样子很舒服就睡着了。然后所以小时候呢是停留在这个时候。那长大之后呢，我们也是我小时候是住在高雄市，就一直读书啊，就是跟着大家一样正常的升学嘛，就是读书考试这样子，所以呢一直都没有太再到自然的环境去生活、去活动、去玩这样子。那如果有出去旅游，也对于这种野外的生态没有那么熟悉。那一直到了我来花莲之后呢，才开始呢有比较多的真的是重新回到小时候那种深刻观察的经验。好，那我最早开始做夜间观察的时候呢，我最早认识的朋友呢就是这一群蛙类的朋友、青蛙的朋友，所以呢我就把它稍微做一下整理，然后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在平地的时候，或者说在花莲呢常常可以看到的一些生态的朋友。好，那我们就开始来介绍了哈。好，那蛙呢在台湾呢台湾算是种类已经算蛮多的以我们的台湾这么小，可是呢我们有36种这么多，所以呢要真的每一种都介绍呢，大家可能会不太能够记得下来。所以我就用了一些方法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可以帮助你认识这个蛙。那你现在看到这一只眼前的这一只，你从它的外表上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它的嘴巴很小，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它的嘴巴，看在这里而已，我们在它的吻端小小的。那它的呢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气囊。好，气囊。那它鼓起这么大的这个气囊，当然要干嘛呢？知道要干嘛吗？那猜看看。好，其实它是为了呢要发出声音，也就是说它吸进空气之后，把前面这个气囊呢鼓得很大，然后呢挤压透过声带的时候就可以发出声音来。好，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发出声音鸣叫，所以我们又把这个气囊呢叫做鸣囊。好，鸣囊。好，那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不良少年蛙。好，为什么呢？好，因为呢它好像呢这个叫声呢很像什么呢？来听看看哦。好，有没有很像打？好，看到什么就是要打这样子哈。好，很像那个很凶狠的那个不良少年这样。有听到吗？没有听到。好，我说呢，它的声音很像那个打来打去的打，这样懂吗？好，像打，好像那个很像逞凶斗狠的那个年轻人、青少年一样，所以我把它叫做不良少年蛙。好，这样看起来有多大？既然能够叫这么大声它鸣叫的声音不是只有那个我靠很近听我站得远远的地方，距离一个教室的那个前面跟后面的那么远的距离，我都可以听到它的叫声好，甚至如果是学校在很安静的时候，你站在校门口，也可以听到它从很里面的地方叫。好，这么大声鸣叫声音这么大的青蛙，它的个头有多大呢？好，先说这是一只成熟的青蛙，就是它你看它的四肢已经长出来了，对不对？好，它已经没有尾巴了好，所以这是一只成熟的青蛙。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是多大。好，事实上呢，它的大小呢，可能跟我们的一个指甲，一个指节大小差不多。好，其实它的个头是很小的。好，所以它的名称叫做小雨蛙。在下雨的时候啊，或者是呢地面比较潮湿的时候，它特别会出来。那你可以注意到，你看它的体表是有在光线下会有反光，对不对？好，表示它体表呢其实是比较潮湿的，它是光滑的、潮湿的。那所以呢，其实这种蛙在我们一般的草地上呢，
只要你有听到刚刚那个叫声哒哒哒，然后呢在草地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通常呢我们一般看到就是这一只小雨蛙。可是呢它的声音虽然很大声，但是它并不好找，因为它喜欢躲藏在落叶堆底下鸣叫，它才可以放心的叫。所以呢蛙它们呢通常会出来活动的时间呢都是在比较没有太阳的时候，早晨啊、晚上啊、黄昏啊这样的时间是它们比较适合活动的时候。好，这个是小雨蛙。好，那我们来找看看，在落叶堆里面，你有发现它在哪里吗？好，一样，我们跟上次一样的玩法把它切分成9个格子，9宫格分成9个格子，然后你告诉我呢，它是在这个9个格子的哪一个地方？这样子。好，这样子有看到吗？右边的右中，好，右边的中间，好，没有错，你看到了它在这里。好，右边的中间，好，这边，好，没有错它在这边。好，其实它的颜色呢，跟落叶堆底下呢颜色是很相近的。那我们通常在我们的平地就是一般的只要是有草地的地方，比较潮湿的地方，我们呢就可以呢来找一找身旁有哪些青蛙的朋友。好，那这边就要讲了那你会发现，刚刚我们听到那个青蛙的叫声是哒哒哒，对不对？可是呢，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常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青蛙的叫声是什么？啵啵啵，青蛙呱呱叫，青蛙蝈蝈叫，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像没有了，对不对？好，那我来花莲之后呢，我才发现说，原来它的叫声，每一种青蛙的叫声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我可以从青蛙的叫声来判断它是哪一种青蛙，哪一种青蛙。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只。这一只呢，它的鸣囊也是鼓得很大，那它跟刚刚那一只呢又不太一样了。好，很大声声音可以再放大声一点吗？好，再大声吗？我这边已经满了。已经满了 ，OK。所以各位有听清楚了吗？我是听到小声的，很小声是吗？我这边是蛮大声的。有。那会太大声。好，那我要介绍一下。谢谢。好，这个呢，蛙的鸣叫呢，就是它的一个秘密武器因为它的鸣叫呢，主要是要干嘛？为什么青蛙呢需要鸣叫？鸣叫呢，其实是为了告诉那个它的异性呢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好，那当然呢，告诉异性绝对不是要告诉他的敌人说快来吃我，是告诉他的异性说快来找我，我在这里。那这个鸣叫呢，你想看看他要找的是男朋友还是要找女朋友？青蛙为什么要鸣叫？这个我们在读书里面都有读到，对不对？好，我想那个大伙伴们可能就可以答出比较专业的名词一点，叫做什么呢？来猜看看。好，鸣叫呢就是为了要求偶，求偶。那求偶呢就是呢要追求另外一半，所以呢通常呢要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外面呢大声的发出声音来，那通常这种呢都是男生要做的事情。好，就是雄性或者想公的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子把自己曝晒在野外当中。那不像我们人类说我在大自然空旷的地方，我可以大声的唱歌，我很享受这样子。他们不是他们呢个头都是小小的，他们呢同时也是其他生物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当他在野外把自己的行踪暴露出来，其实也是要冒着风险的那这种风险呢，通常都要由雄性来负担来承担，因为呢，那个雌性呢，或者说母的动物呢，这个时候它必须把自己隐藏起来，因为在鸣叫的时候，也就是交配的季节呢，它需要让自己保存住它它肚子当中更重要的许多的生命。好，以蛙类来讲，就是肚子里面有很多的卵，所以在它
还没有交配，甚至说交配之后呢，母蛙都要更隐藏它自己，所以啊，比较起来，公蛙这时候呢就要去大力的去鸣叫哈。好，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特色。那既然要鸣叫，它就必须吸引到母的进来嘛，好，所以鸣叫的越大声，通常呢就越能够吸引到母的来，因为代表说它可以叫得很大声，还有比较好的基因，比较大的这个音量，好，所以可以吸引母的进来。OK， 好，这个是它的特色。好，那我接下来就要介绍这一位了，鸣叫的这么大，它是公的，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鸣囊。好，那它有什么特色呢？可以仔细来观察一下，因为我们呢是用这个它的正面照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的嘴巴这个地方呢有黑黑的一条线，好，在鼻子呢吻端这边也有黑黑的凸起来的骨骼，然后呢，它的脚这边脚趾端前面呢也有黑黑的，好，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指端黑黑的，然后呢，眼睛的旁边、眼睛的周围有这个黑色的骨骼线。好，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黑框。那它是属于它叫做蟾蜍哈，蟾蜍。那蟾蜍算不算蛙类？蟾蜍也是蛙类。好，一般我们讲说这是蟾蜍，这是青蛙。好，但是在分类的大类来讲，它们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蟾蜍呢，它的外表是干燥的，很干燥哈。你可以看到它的外表是很干燥的。那如果你下次有机会遇到黑框蟾蜍啊，你可以摸摸它的外表，好，放心哦，不会中毒。你摸任何的野外的东西啊，一草一木或者是昆虫，其实呢摸完之后我们自己都需要洗手哈，因为它的外表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微生物啊，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呢是可以去轻轻的去体验任何的大自然的东西，只要记得说之后要洗手就好了哈。你摸蟾蜍并不会中毒。好，那蟾蜍呢跟青蛙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这是它眼睛哈，然后这边是它的耳朵哦，只是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像我们人类一样有这个耳瓜，它是这个耳膜。然后呢，耳膜的后面这一块呢，这边有凸起的一块，左边的眼睛也是一样有凸起的一块。好，那这两块呢，就是蟾蜍跟蛙类很大的不同。好，那在台湾呢，所有的青蛙都是没有毒的，好，这你可以放心哈，不像说我们在 Discovery 或者是国家地理频道看到那个箭毒啊，摸到之后会怎么样？好，这个倒是可以放心。好，那蟾蜍呢才是有毒的，它的毒主要就是来自于呢这个后面的这两块凸起来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那但是呢，刚刚呢，永清有说，你就算去摸它都不会怎么样，你把它轻轻捧起来，放在你的手上去摸，是很干燥、很舒服的，你都不会中毒，哈，这是可以放心的。那这样的体验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呢，对于蛙类会更清楚，对蟾蜍也比较不会感到害怕，哈。好，那它叫做黑框蟾蜍。好，那蟾蜍黑框的特征就是第一个，它有一个黑色的，但我们就开玩笑说它是比较贵气的那个蟾蜍，好，它会戴黑色的眼镜，还有呢，还有涂黑色的指甲油哦，你看它的指端呢都有黑黑的，对不对？这个有吃得饱穿得暖才会去想说我要把自己变漂亮，对不对？所以它就涂上黑色的指甲油，还有呢。还有黑色的口红，好，擦上黑色的口红，所以呢，我们就开玩笑说它是属于比较爱漂亮的蟾蜍。好，那它白天的时候呢，就会躲在水管里面，或者躲在呢这个草丛里面。到了晚上的时候，它才会出来。好，那它是在陆地上活动的，刚刚有说，因为它外表是干燥的，所以它可以呢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就是呢干燥的皮肤，它不用靠这个皮肤来交换水分，它可以大拉拉的呢就跑到陆地上来。好，那你有没有印象？你最常看到的蟾蜍，在这个平地上是在哪里看到的？有没有印象？或者是在我们的有出去露营啊，或在学校里面呢，
的环境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时候呢，是会在路灯底下，好，因为路灯会吸引很多的昆虫，这个趋光性嘛哈，把昆虫吸引过来，所以它就会躲在下面等着吃。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当有大水蚁发生的时候，就是很多飞蚁啊，那个时候呢也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就会躲在呢，就是就会等在有积水的地方，就在那边等待就好了。因为呢，很多水蚁呢会误以为水的倒影呢，是那个往那个那个路灯的方向飞，所以他们就直接呢就掉到这个水里面去。好，那这些蟾蜍呢就在那边等哈，那个时候呢都可以吃得很饱很饱。好，这是呢台湾呢本土2种蟾蜍之一，叫做黑框蟾蜍。那也就是说呢，我介绍完这一只黑框蟾蜍之后呢，各位伙伴，你已经认识了台湾本土的50%的蟾蜍了，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好，很容易吧？好，那这边有一个呢，在观察当中有遇到一些有趣的，就是呢，这个是我讲的另外那50%吗？叫做白框蟾蜍吗？其实并不是的哈，因为呢，它是有两种说法哈，一个是它在休息的时候，白天休息的时候呢，它身体的颜色会比较黑，那它的色素呢会往身体的那个地方跑，好，所以它的骨骼会呈现白色的，好，这是比较例外，然后通常就是保持黑色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像这一种呢，它是整个都是几乎都是没有颜色的，好，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白质，好，但是呢，它的骨骼线还是很明显哦，所以呢，其实它也是黑框蟾蜍，哈，它的物种名称也是一样的，只是它的有一些个体上的差别不太一样。那你如果哪天呢，可以发现像这样子，那个白色的骨骼，这个没有涂黑色指甲油的这一种，你就可以说是中了大奖哈，因为它的数量真的是很稀少，很稀少。好，那我刚说它是比较有钱人家的哈，那我就会仔细的去看看他的眼睛，我用手电筒，好，稍微拿远一点点，然后来看他的眼睛。那眼睛受到光之后呢，我们的那个黑黑的那个瞳孔呢就会缩小。那缩小呢，你就会发现哦，他的虹膜啊，好像藏了很漂亮的宝石在他的眼睛里面。好，这个是跟另外一种的很大的差别。好，所以我把它称为是台湾的这2种蟾蜍里面呢，家里是比较有钱的。黑框蟾蜍。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那个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哈。那小时候呢，皮肤也是光滑的哦。好，一出生的时候，一开始转换成这个蛙类的时候呢，它也是皮肤很光滑的。那慢慢呢，它的外表呢才会变得比较粗糙。我们说那个这个皮格子化哈，就是比较粗糙的这个状况。好，那小时候呢，其实不管是青蛙还是蟾蜍，就是都会遇到一些危险。好像旁边这个就是了。好，这是他在小时候呢遇到了什么都不怕的这种硬壳的甲壳的动物是什么？是螃蟹哈。好，那我就帮他们配上那个对白了哈。螃蟹就说：“那个小蟾蜍，你跟我吃吧。”然后呢，这个蟾蜍就说：“不，不要吃我，不要吃我。”然后呢，螃蟹说：“可是我饿了，不然这样好了，我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我们2个猜拳，我们来猜拳。如果你赢我的话，我就不吃你，我就让你走。”那蟾蜍就想说：“好啊，那总算还有一个机会嘛。”然后就剪刀石头布。好，猜完之后呢，结果呢，蟾蜍这时候发现说：“啊，我还是一样，我只能出布，我什么都不能出哈。”这时候呢，这个螃蟹就说：“啊，你看吧，我给你一次机会啦，你还是没有办法猜赢，那就不好意思啦，咔就把它吃掉了啊。”好，这个是我自己帮他配的故事，就结局是这样子没错。好，螃蟹真的是很多小动物的天敌，不管是昆虫啦、蛙类啦、蛇类啦、蚯蚓啦，都一样，遇到了螃蟹呢都没辙。好，这是这个大家的天敌之一哈。好，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呢跟大家介绍其他的
那个好，这只再回顾一下就是背是干燥的，怎么摸都没关系。好，那如果你把它摸急了，像我们很多那个小童军啊，我在跟他们介绍蟾蜍的时候呢，说可以摸啊，好，你只要团长说可以摸，他们就没有再怕的哈，就抓起来这样子。好，那我说它不会释放它的毒液哈，这两个地方不会释放毒液，因为毒液是很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只要很危险的时候，比如说被它的天敌啊咬住头啊，或者是呢不小心被大脚踩到它的头部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时候有生命的危险，它这个时候才会把它的毒液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平常这样子的那个抓拿哈，轻轻的抓啊，捧握，其实都不会给它造成很大的压力。好，那小童军呢，就我要抓这样子哈，但是呢，它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它也是会害怕的哈，所以呢，动物在害怕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没错，就是会吓得屁滚尿流这样子哈，好，那它这时候就会释放出尿液出来了哈，好，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尿没关系哈，尿没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状况呢？好，这是一只很倒霉的黑框蟾蜍啊，它就躲在落叶堆下睡觉。那我呢，我也不知道落叶堆下面居然有一只蟾蜍哈，反正就大脚踩下去之后呢，就听到叽叽，我有发出声音吗？叽，好，叽一声，好，叽一声，好，蛙类呢，除了它正常公的会有的这个鸣叫的声音以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叽，就是它死亡之前的那一叫啊，就是可能是被咬到啦，或者呢是受到很大的像我脚踩下去这种很大的力量啊，它觉得啊好痛哦，它叫很痛的时候，它就叫出这个叽的声音。好，那你看它背部，分泌出来了白白的，对不对？好，这个白白的呢，就是它的毒液。好，白白是毒液，平常是真的不会有这个状况的哈。好，那这个毒液呢，吃了之后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什么影响？有，当然是有的哈。那这个毒性呢，看人而异，有人舔，就是不小心吃到，比如说很小的蟾蜍干呐，以前我听到某个瓜子，就是在烘烤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个蟾蜍也混到里面去了。好，那个人不小心就吃到，那吃到之后呢，就送医院，就是还蛮严重的。那有的那个品种一样是蟾蜍，那它的毒性呢不会让人家死亡，可能只有让人家那麻麻的，好，有点那个肚子痛啊怎么样的，结果呢，就有拿去利用咯。我记得在早期啊，美国他们有一个年轻的世代叫做那个嬉皮啊，好。那他们呢，就是会有一种抽大麻的行为啊，大麻是一种能够迷幻的这个植物，但是买大麻要钱啊，所以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去抓蟾蜍，来舔蟾蜍这样子哈。好，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那个新闻传闻，好，这个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找到的。好，那这个是台湾的50%认识的。第一种的蟾蜍叫做黑框蟾蜍，这个因为它很常见，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吧。好，那如果呢你有机会看到这样水沟里面啊，全部都是这样子黑麻麻的一大群，那这个呢就保证一定是蟾蜍的那个小朋友，好，小蝌蚪。好，那蟾蜍就这样子黑麻麻的。那我们的青蛙蟾蜍啊，它一次产下来呢，大概都超过400颗以上的卵所以当变成小蝌蚪的时候呢，就是一大群的。好，那蟾蜍这个黑色的小蝌蚪有没有毒呢？有没有毒？是有毒的，它的妈妈给它的武器哦，好，所以这是它的防身武器，就是呢，成熟的蟾蜍有毒，小时候的这个蟾蜍蝌蚪也是有毒的。好，那这个是我来花莲之后，我才
这个跟着学习一些生态的知识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它是有毒的这样子哈。然后就回想起小时候在高雄呢，我们呢有一条溪叫做老农溪，好，现在也在泛舟了哈。那小时候呢，大人就会带我们去溪边烤肉。老农溪我印象很深刻，好，因为大人在烤肉，小孩子呢就去翻石头，石头下面有螃蟹，有青蛙，有这个虾子，还有蝌蚪，哇，我们就看到好多黑色的蝌蚪哈。然后大人烤肉，对不对？那小时候呢，小朋友呢就拿小竹签，然后就把那个蝌蚪抓蝌蚪，也把它串起来这样子哈，然后在旁边烤，学大人烤肉这样子。那时候很小啊，跟着哥哥啦、表哥啦他们呢这样烤，还好那个时候没有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不然我就哦一了哈。好，这是来花莲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蟾蜍的小时候也是有毒的。那抓蝌蚪会不会中毒？当然不会了哈。OK， 好，来开始考验大家啦。好，这两只叠在一起的，这两只都是黑框蟾蜍吗？对不对？有没有一样？有哈。好，它们都有同样的这个黑色的骨骼线，然后呢，哇，脚没有看到，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到还有黑色的眼眶。好，那猜看看，这两只抱在一起的，应该是有一只是公的，一只是母的，对不对？好，猜看看上面的这一只是公的还是母的？是公的还是母的？上面的是公的，上面的是公的。好，谢谢，没错哈，上面是公的，对，公的比较小，公的体型比较小，然后呢，它的颜色也会比较鲜艳一点，比较漂亮一点。OK， 好，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判断的准则。在大自然当中，公的为了求偶很漂亮，鸟也好，鸟会飞的鸟，或者是我们讲的昆虫啊，还是蛙类，很多呢，太多例子了，都是公的比较漂亮。在大自然当中。那母的呢，为了要保存下一代，它体内有很重要的下一代在身体里面，所以它通常都是要跟大自然呢是很有保护色的，是融合在一起的，不需要被发现。好，只有那种不需要生存的人类的母的才会比公的还漂亮，对不对？好，所以大自然的没有母的是爱漂亮的，这我们人类的母的是那么爱漂亮啊。好 ，OK， 来，那我们来看这一张，这是一对恋人吗？来看看是不是一对恋人？前面这一只前面这一只有黑色的眼眶，对不对？好，黑框蟾蜍，然后这边有凸起来的两块，对，那是蟾蜍。那后面这一位呢？也是蟾蜍哦，好，但是它没有黑色的眼眶线，没有耶，所以他们不是恋人哦。那蟾蜍跟蟾蜍，他们如果他们交配的话，他们的卵可以孵化吗？能不能是没办法的哈，他们是不同的种，所以他们呢的那个是没有办法孵化出下一代的哈。话说回来呢，那人类呢？人类有黑人、白人、黄人，好，各种肤色的人，那我们可以生出下一代吗？可以，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只是可以，没错哈，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人种，我们就这么多不同的人，可我们是同一个人种。我们是不同的亚种啊，不同的亚种跟亚种之间还是可以孕育出下一代的，但是呢，这两只看起来好像很像的蛙类，它们是不同种的，所以它们的生殖上呢是没有办法生下一代的。OK，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只啦。刚刚呢，大只的那一只就是这个黑框，好，那在后面抱着它的呢是这一只叫做盘古蟾蜍，好，盘古蟾蜍，好，那我记得小时候呢会读过一个叫做沈复的儿时记趣啊，哈，就看到说那个小孩子他小时候记说他自己呢看两只虫在草里面在那个相斗，然后他看着看着呢，这精神很集中的时候呢，突然呢有一个庞然大物呢，然后从旁边呢这样子拨开草丛啦，拔山倒树而来，好，他就很惊吓这样子哈，
那然后原来是一只癞蛤蟆，然后的则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就把这2只虫都吞掉了。那他那时候呢，他自己说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因为他看到很专注啊，所以呢就突然被这一只癞蛤蟆吓到了哈，因为他突然就来，然后就把他的2只虫通通吞掉，哇！然后呢，当他呢那个恢复了那个定一定神之后呢，他恢复一下精神之后呢，他就很生气哈，说可恶，你居然把我在看的虫吃掉了哈，就抓这个蛤蟆。然后鞭数时驱之别院，好，就想我们伙伴们应该印象都非常深刻哈。那讲的呢，我想就是这种很大只的盘古蟾蜍，好，盘古蟾蜍。那蟾蜍呢，在中国大陆呢也是有，他们有相近的品种，叫做中华大蟾蜍。好，那这是我们台湾这边的特有种盘古蟾蜍。那它特别的是，它可以走，路。一般我们看到蛙都是用跳的。对不对？但是盘古蟾蜍呢，它的这个背部的这边的骨骼构造有点不一样，它有点像一个锁扣，然后它可以左右脚这样子前爬行移动的哈。好，如果你看到那个有地面有蛙在爬，那一定就是蟾蜍啊，而且又以盘古蟾蜍是主要的。好，那这一只看起来跟刚刚那一只是就哎呦，怎么这么其貌不扬哈，不怎么漂亮，是不是？好，这就是它的特征哈。但是呢，它才真的是台湾的特有种哦，就只有在台湾可以看得到它。好，那当然它有一些特征的哈，比如说它的毒腺的这个耳后腺下面有一条黑色的斑啊，这边有一条黑色的斑，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背部呢，好，背部呢有一条线，好，这是比较细微的。比较不好记啊，但是呢，各位伙伴只要记得说，遇到蟾蜍不用感到害怕，你甚至呢可以去轻轻的碰触它都没有关系，因为会害怕的是它，不是我们哈。好，再来，这是一对恋人吗？刚刚下面这一只，看下面这一只，有这个毒腺，对不对？好，这个腺体，耳后的这个毒腺体，然后呢有黑色的线，有一条小小的，有没有？好。那上面这一位呢？这位是谁？然后呢，他的眼睛也很好笑。你看他眼睛，他的瞳孔缩起来呢，跟前面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先下介绍这一位了哈，也是很漂亮哦。你看公的都很漂亮哦。好，这一只呢，我把它叫做黄金温泉蛙。好，也就是说，在台湾呢，你只要有温泉的地方，北投啊，尤其是北投跟台北的伙伴。你去北投玩的时候呢，你看旁边那个水排出来都是温热的，或是阳明山，或者是像我们花莲的瑞穗温泉啊，这种有温泉的地方，或是有比较大自然有温水游泳池的地方，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很多细细碎碎像虫子叫的声音，就是这一只，好，这一只，那它有很特别、很明显的，它有一个指端呢有吸盘，好，有吸盘这个构造，好，那把它叫做黄金温泉蛙哈，好。那这一只蛙呢，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尤其是马路上哦，好，马路上在下过雨的产业道路啊，可能路上都密密麻麻的，然后跳得很快，丢，这些呢都是属于这种树蛙，好，树蛙。那伙伴就会觉得奇怪啊，它不是树蛙吗？树蛙不是应该在树上吗？对不对？好 ，OK， 好，它是比较不一样的，它的分类当中呢，它是属于树蛙里面的稀树蛙，喜欢在溪边的稀树蛙。好，那稀树蛙的特别的就是呢，它不太会离开它原本的分布的这个原生地，好，所以它分布比较不容易扩散这样子。好，稀树蛙。好，那稀树蛙，以前叫做日本树蛙，那后来呢，在最近几十年的这1-20年的这个学者的研究呢，再继续的去追，其实已经跟原本的日本它原本是日本树蛙嘛那日本树蛙呢是源自于冲绳 Okinawa 那边，所以一开始在那边发现的，所以命名为日本树蛙。那后来在台湾也有看到就是相同的个体，所以我们就通把它叫做日本树蛙。但是这1-20年来呢，就是学者，尤其我们台湾的学者呢的一个
仔细的比对，继续追踪，然后它的 DNA 去查，哇，居然呢有3种不一样的。好，一个是原本的日本树蛙，那另外一个呢在台湾的这个宜兰，就是花莲以北就是宜兰，或者是呢这个西半部的北边的这些呢，他们叫做以及为纪念一位那个周老师，就是周教授的贡献，所以叫做周氏树蛙。好，然后呢，花东这一边，还有呢这个好像是台南以南的发现了这一种很相似的品种，叫做太田树蛙。好，这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太田树蛙，所以呢，我们花莲这边呢就属于太田的树蛙，就是很甜的树蛙。那如果是在那个宜兰啊，或者是台北这边的伙伴啊，桃竹苗这边伙伴，你们所看到这一个呢，那应该是周氏树蛙，那就跟日本 Okinawa 那边的日本树蛙其实就又不同了哦。所以呢，真的是西树蛙它是有一个地域性的，他们不太会扩迁，这个是很特别的。好，那你看到这2个就很清楚了哈。刚刚的介绍，上面呢是公的，下面的是母的。那辨识它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眼睛啊，你看它的瞳孔，当它瞳孔缩小的时候呢，很像我们在漫画里面在说话的那个画框，有没有？好像水滴状，很像一个倒水滴状这样子。好，母的也有，好，母的就是比较灰。那公的呢，它的繁殖季节体色就会越来越黄。好，这个是我在很久以前在瑞穗温泉那边的任何一个排水都可以看得到。台东也有很多温泉，好，就会看到一对一对交配的这个树蛙，好，这边也有。好，公的都是黄色的。好，你叫太田也好啦，这个周氏也好，日本也好啦，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指的都是同一种，所以我就把它通称为黄金温泉蛙。好，那母的呢，在白天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找得到，对不对？请伙伴们来找看看，这一只母蛙在哪里？母蛙在哪里？9宫格切一切。对，在中间，谢谢你，好眼力，厉害哈。是在中间没有错哈，在这里。好，再来这边呢，这一张呢，母蛙在哪里？中间。好，也是在这边哈。好，在这里。好，那这里耶，母蛙在哪里？中间。好，不错哈，马上就被你发现了，在这里。好。那通常我们也不会这么难找了哈，这是在静态的图片。那如果是在野外啊，你放心，你一定看得到它，因为呢，它感受到有一个很大的动物朝它走过来了，它感觉到害怕，它就会绝对不会说在那边动都不动，想说我一定可以那个隐藏得很好，它不会发现我，它心里应该是很害怕哈，所以呢，它会忍不住呢就想要跳开啊，所以在野外旁边不管是昆虫啊什么，一定有很多动物在你身边，所以呢走慢一点，然后呢稍微感受一下旁边有什么东西在跳动，你就可以找到它了哈。好，这个是太田树蛙。好，那太田树蛙因为它数量很多，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在水里面呢，当它在休息啦或者在觅食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危险哈。这个是这个一种水里面的昆虫，叫做红娘华。好，红娘华这个是被吃掉的那一刹那哈。好，然后呢，蛙呢，它有很多的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它如果有受伤啊，像它这边，你看它右边后面的这一只脚呢被吃掉了。好，应该是被鸟类啄，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螃蟹，好，螃蟹很凶，那它被啄掉之后呢，它这个地方啊，它已经长成成蛙，它就没有办法再长出来了。但是呢，它的伤口会很快就复合，就愈合起来。好像我们人类啊，会对蛙呢，就会有一些研究，因为会发现说，青蛙可以泡在这个水里面有很多微生物可是它可以
在水里面呢很安全的这样子生活。好，所以我们从青蛙的表面皮肤呢会去提炼那个抗生素。好，抗生素。好，这是我们从那个青蛙里面呢找出对我们人类的医疗上面的贡献。好，那它的本身的愈合能力也很快。好 ，OK， 好，然后再来，那这2只都是黄色的，这2只只是个头不一样大。好，我们来看看它们是不是一对恋人，是不是同一种的？有没有吸盘？有吸盘，对不对？然后都是黄色的，眼睛也大大的，是不是同一种呢？好，是不是？好，我们来比较一下哦。这只太田树蛙呢，它的背后呢有一个凸起的骨骼。好，那这一只呢，右边这一只呢，它的鼻子到它眼睛，然后你仔细看，它有没有另外一个比较浅黄色的三角形？怎么样？好，这是另外一种哈。好，我们接下来介绍另外一种，在溪边，水沟边要干净的水哦，要干净的水哦。那它们呢，很容易会出现的这一只，它叫做河树蛙。好，那因为它眼睛实在是太大太迷人了哈，所以我都把它叫做大眼蛙。好，那大眼蛙呢，它最明显就是它的吻端，好，鼻子的这个地方，跟它2只眼睛呢，有一个浅褐色的三角形。好，三角形。好，这是它的特征。好，那河树蛙跟前面的那个太田树蛙，它们就是台湾两种溪树蛙，就是喜欢在溪边生活的啊。那河树蛙真的是在溪边，刚刚那个太田呢不是，太田是只要有水的地方，比如说下雨啦，然后在马路上呢，马路上都有那个水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全部都跑到马路上来，然后丢。好，那个雍清老师呢，平常就会开着车呢到产业道路去找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呢灯打开，啪，前面呢你就看到很多丢，哇，这就很挣扎。这个我这样开过去啊，一定都会压到多少都会压到那个太田树蛙哈，心里就会很挣扎哈。好，这个是没办法，在产业道路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赶快把车子停路边去做一些比较安全的观察。好，这是2个常见的。那河树蛙这大眼蛙呢，如果你有机会啊，可以近一点看的话呢，它的这个虹膜这个彩虹的虹啊，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眼睛外面这个地方虹膜，它一个很特别，就是它上面呢一块，然后下面呢也有一小块啊。如果近一点看，就很像是在掉眼泪这样。好，这是我把它叫做爱哭的青蛙。好，接下来一样是有吸盘啊，一样是在溪边的环境。看这边石头上，这边有青苔，对不对？然后这边有水啊，喜欢在水域的。好，那这2只长得又很像，你看眼睛也很大，对不对？看起来都很像，对不对？是不是同一种呢？真的答案又不是同一种了。好，这个就跟这一只又完全不一样了哈。好，这一只呢，这一只大眼蛙，它是吸盘，它是树蛙，好，只是它叫溪树蛙。然后前面的太田也是溪树蛙。那这一只呢也有吸盘哦，可是呢它居然不是树蛙。所有的蛙里面，在台湾有吸盘而不是树蛙的就是它，就只有它。那它是谁呢？我叫它叫很鸟的蛙。好，这个大家我想在野外应该都有听过。好，我来放一放它的声音哈。是呱呱呱吗？是果果果吗？好，来听看看。这样有听到吗？再播一下。这样有听到吗？是啾啾啾的声音吗？对，就是那个啾啾啾。可以再播一次吗？好。好小哦，好可爱啊！好，这样有听到哈？有，太难了。好，就是这个啾啾啾的声音。好，那各位伙伴如果到上网去查斯文豪氏赤蛙，或者叫直接查鸟蛙也可以。好，鸟蛙，因为它就是声音叫声很像小鸟，所以我们在溪边、水沟边
有时候就听到这个声音，白天就可以哦，就会听到，诶，现在水边怎么会有鸟啊？你怎么找都找不到鸟，因为它是青蛙的叫声。好，那这一只蛙它是属于赤蛙科的哈，赤蛙就是呢，它的腿的弹跳能力很好，就我们是说比较偏褐色啊哈，但是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它弹跳力很好，大腿的那个肌肉很发达，所以我们叫做赤蛙哈这一类的。那斯文豪氏赤蛙，你就可以去推测它是谁帮它命名的。好，就是呢，在100年前呢，那个英国的那个领事，哈，那个外交官斯文豪，好，帮他命名的，哈 ，OK， 好，那个有吸盘在吸，它赤蛙应该是没有吸盘的，好，赤蛙就是直接那个末端会变成尖尖的，可是呢，它会变成特化成吸盘，那就是因为它太喜欢在溪边，所以它为了避免被溪水冲走，所以它演化出有这个吸盘的构造啊。所以如果在溪边看到这种绿色的，或者是刚刚那个褐色的，那我们就可以很那个清楚知道它呢是斯文豪，或者是叫鸟蛙。好，也有人叫骗人蛙啦，说它明明是青蛙，为什么叫声像小鸟一样啊？骗人啊！他没有要骗你，它本来就是这个叫声，那个没有刻意要骗你哈。啊，吸盘构造呢，就可以比较能够攀附在一些岩石啊，或者是那个岩壁上面。好 ，OK， 好，那这是我的在鲤鱼潭的我们花莲鲤鱼潭的一个小小的观察经验哈。好，那这次呢吓到我的不是癞蛤蟆，而吓到我的是这一位哈。好，那我在看一只小毛毛虫在爬行，好，就看它爬，然后爬过叶子啊，好，然后爬得很快哦，就在我们的鲤鱼潭的环潭步道上面，好，然后我就相机就追着它呢，它爬很快，我就相机就追很快，就手机就追着它拍照，好，突然一个东西跳过来，然后呢舌头一吐。我还没有回神哦，那只毛毛虫不见了，已经不见了，好，然后我定了定神，好，然后看一看是谁把毛毛虫给克掉了，好，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家伙，眼睛大大的，很无辜的看着我，然后呢，我看到它的嘴巴旁边都是毛，就是你，好，把我的毛毛虫吃掉了哈，好，你看绿色的。很漂亮，好，那他的小朋友呢，也是这样子，很修长，细细长长的，这也是呢，为什么会这么细长呢？跟我们看到一般那个蝌蚪是这样圆滚滚的不太一样，因为它喜欢在溪流嘛，所以它的小朋友小蝌蚪呢，也都是细细长长的。好，那它的卵呢，也是呢，很黏哦，看起来像不像粉圆？很像哈。好，它的这个卵呢也是很粘稠，它会呢粘附在那个石头上面，所以有时候在溪边，像我们很常去水源地那个地方也有很多鸟蛙，把那个石头呢翻开，哇，如果你看到很多一颗一颗的，可能不是这么白是还没有照射到阳光，有时候已经开始变黑了哈，那个呢就是很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斯文豪氏赤蛙的卵哈，很特别。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一只是太田，左边这一只是太田，好，太田稀树蛙有吸盘，这一只呢，中间这一只呢，这个是那个河树蛙，我叫大眼蛙有吸盘 ，OK， 好，再来呢，这个就真的是树蛙，再来呢是一个平地就会看到的。就是呢，这个有吸盘的绿色的蛙，好，绿色的蛙是树蛙，会爬树，看看它在哪里，很喜欢让大家来找哈。我们手电筒打上去的时候呢，也都是找不到，通常都是先听到蛙叫的声音，然后才开始找看它在哪里。好，给大家看看它放大之后的好，看到了吗？大概2层楼高，在这边，对不对？好，回来哦，看哦，看到了吗？有没有看到它？有看到了哈，也是一样，我很好心，我把它放在正中央。
那常常也会在那个一些植物的叶面上面，好，叶面上面，好，这是绿色的，好，它叫末世树蛙。那台湾呢，树蛙有大概台湾树蛙有12种，12种。那绿色的呢，就只有5种，5种绿色的树蛙。那在各地可以看得到的，平地就可以看到，就是最多的就是这种末世树蛙，好，末世树蛙。好，那它的特色就是它穿红内裤，它穿红内裤。好，那它的那个就是好玩的哈，还会拉单杠，好，平常会训练身体，要那个叫声会比较好听一点哈。好，那除了这一只不是台湾的以外，好，末世台湾各地都有穿红内裤，然后呢，在这个叫翡翠树蛙，是在台北的翡翠水库那边先发现的。好，它很像，它戴着金边的眼镜，金框的眼镜，很斯文哈。然后呢，这个是在台北盆地发现的，好，其实是在阳明山擎天岗那边。那个这是杨义儒老师他研究的那个主要的蛙类物种。好，它是一个黄色的，鹅黄色的。好，侏罗树蛙是在侏罗是嘉义的旧地名，所以这也是我们呢现在很急于保育的物种，因为它也是遇到一个强势的外来种，数量在急剧的减少。好，那它的布面呢是白色的。好，这只是最珍贵的，在台东的丽嘉林道那一边，全台湾只有那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还有花莲的玉里啦哈，但是它其实是同一个那个地方延伸过去的。好，那它肚子呢是这样子，有点黄橘红色，像那个像什么，像葡萄柚的颜色。好，这个是最珍贵的。OK， 好，就这5种。好，那我们来讲末世的红内裤。为什么要穿红内裤？就跳的时候呢，红色呢就可以让天敌呢稍微吓一跳啊，吓一跳的时候，它可以就趁着这个时候就逃命去了哈。所以这是一个红内裤的一个很好用的地方。好，那我们来听，我把它叫做感恩的青蛙，不知道你们听到哈？好，我来放声音听看看哦。好，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它的叫声呢，很像是火鸡叫，就是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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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野外呢也会很常听到。那因为呢叫声像火鸡，火鸡是在感恩节时候的大餐，所以我就把它叫做感恩的青蛙哈，用这样来记它火鸡般的叫声啊，很好玩吧？好，这是末世树蛙啊，可爱的。那树蛙的生殖方式呢，会多了一道手续，就是呢，他们会在交配的时候，在抱接的时候呢，会把身体的黏液会分泌那个黏液，然后呢，它的后脚2只后脚就开始磨蹭，然后把那个黏液呢打成泡泡，然后再把它们的受精卵呢，再把精子呢放到这个泡泡里面。那想要这个泡泡，那水一冲就掉了啊。好，通常呢，他们会选择把这个泡泡呢粘在像这样的一个水泥槽啊，那早期没有水泥槽，它就会把它粘在墙壁啊，或者粘在树上。好，然后这个泡泡呢很特别哦，当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外表就会干了，摸起来就不会黏黏的，就会干干的。好，如果野外有看到的话，可以去摸看看，它是干的。好，是干的。那到了呢，下一次下雨的时候呢，通常它会选择比较干燥的时候来生产，那就是他们来交配。那到了下一次下雨的时候，通常会隔一段时间，所以当雨水下来的时候呢，里面的卵应该也差不多孵化出来了。好，所以宝宝呢，那个卵呢，就可以在里面一段时间哈，大概是1个礼拜左右，安心的在里面孵化出来之后，然后变成小蝌蚪。那小蝌蚪呢，它因为它这个泡泡呢外面是干的，所以它水分是锁在里面的，所以小蝌蚪在里面是安全的。等到下次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就把这个泡泡呢冲到下面的地方，那通常下面就是有水的地方，那它们呢就会在下面呢就可以进到水里面去游了，这样子哈。
所以呢，像很多山区啦，或者是产业道路会有一些蓄水桶，那蓄水桶呢，你就看到很多泡泡。好，这个很多就是树蛙的这个他们打的这个卵泡。好，那再介绍一个不是绿色的，也是比较常看到的哈。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重点。好，这一只呢也是很漂亮哦。好，它叫布氏树蛙哈。好，给大家听看看能不能听得到。那它叫做爱敲门的青蛙。好，没有听到哈，那我自己模仿一下。好，那它的声音你就自己敲桌子好了。好，大概是这种感觉哈。那之前有听过伙伴分享，就是在基隆嘛，基隆不是有一个中正宫，有一个炮台，然后北门天贤那边，然后就是情侣去那边，然后晚上就是大概就这个时候，农历7月的时候嘛，去那边散步，然后就听到很像脚步声的感觉这样子哈。那女生就很害怕，说我们不要这边很恐怖哦。然后男生呢就刚好是学这个自然的，很想说，我觉得不像我觉得这应该是动物的声音，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这样子。好，就在这个半担心半害怕的状况之下呢，在那个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现在只是摆饰用的以前的炮哈，在那个炮口里面就看到一只那个布氏树蛙在里面鸣叫哈，那个被他猜到了。好，那这个照片里面有很多青蛙，有没有看到？好，这边1只、2只、3只，好，有很多青蛙哈。好，这个是布氏树蛙。好，布氏树蛙呢，以前叫做白汉树蛙。好，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前面呢会有白色的这个，看站一站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这边哈，这边有白白的。有没有？好，所以叫白汉，汉就是下巴的意思。然后后来呢，把它更名为布氏树蛙，好，就这样子。然后它的比较特别的是，它穿裤袜，网状的裤袜，好，在这个地方。OK， 好，那这是比较有趣的。我们在平地，像这个是那种蓄水池哈。那莫氏树蛙的卵泡呢偏白色。布氏树蛙的它会偏带一点黄色，好，会一个差别，好，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好，那这是布氏的母蛙。好，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右边是刚给大家看的哈，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那个白汉树蛙。那另外一个呢是现在就是入侵到台湾来哈，那它是怎么来的？它就跟着园艺植物进到台湾来，可能是在卵的状况或者是在幼蛙的时候躲在植物里面，然后现在呢从云林开始，然后一直扩散到台湾各地去哈。这是一个现在比较伤脑筋的这个叫斑腿树蛙哈，斑腿树蛙。那斑腿树蛙呢，它长得很快又很适应环境，所以它就会压迫到其他的这个蛙类的生存，尤其是树蛙类的，好像刚刚看到那个绿色的那个侏罗树蛙啊，就是都是现在比较危险的。然后再来就是栖地的破坏这些呢，也是尤其是树蛙类，因为它移动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哈，所以呢，在开发或者说有使用一些化学药剂、农药这一类的，然后是水泥化跟这个河川的污染，其实对蛙的伤害其实都会比较大，比较大。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会对青蛙来讲会比较希望透过一些在环境上面啊去做的一些关怀哈。因为大家现在比较会做的是像净滩的活动，因为净滩那个塑胶垃圾是我们很直觉的，就是我们人类丢垃圾。然后或者是后端的垃圾没有处理好，所以它就是后端就是随着河流或者是沟渠呢到海洋去，那我们会做净滩捡拾垃圾这件事情。好，那但是在其他我们不是直接的，像是开发啦，或者是使用这些农药跟比如说不良的厂商他把
趁着下雨天的时候，把这些污染的东西排到水里面去，那就会造成了这个水里面的生物，包含青蛙，它们就会跟着就会变少这样子。好，那这是比较常会遇到的状况。好，那我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把这个结语先讲完。好，所以呢，就是说，童军常常讲说跟环境是共存共荣的哈，尤其我们的一个很主要的这个活动的面向都是在户外。那如果户外是一片寂静的话，那你也觉得也会觉得不好玩。好，所以我们在生态方面呢，在大自然当中，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多一些关注的话，其实也许对我们的那个童军伙伴们，好，其实是一个可以去试着去可以深入的一个课题这样子。好，那因为蛙是我们生活旁边常常可以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把这个议题是上次讲的昆虫，那这次蛙呢就先介绍给大家这样子。OK， 那现在是9点22分哈，所以我就想说先讲一下结语，然后再让大家呢可以有一些提问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来做一个后面的这几分钟的一个讨论，好不好？好，那我就先把它停掉。OK， 好。谢谢我们的讲师哦，今天又是另外一场精彩的分享，好，太好了。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先来一张合影。我们上礼拜是不是没有合影啊？上礼拜有合影，我知道很后面，我们太开心了，就一直聊下去，所以很多人都下线了。我们先来一张合影好了，好不好？那合影完了之后，就是待会对于就是今天的这些议题呢，有相关的一些有兴趣的，都可以接下来跟我们的讲师来互动哦。好，那我来调整一下我们的页面，可以。好哦，那有没有想开镜头的人都已经开镜头了？那我要准备要截画面喽。这边呢在哪里？好，3，有要指3指吗？好，想要3指的人手指头举出来，数一下有没有3只1、2、3。好，那让我用我的相机拍一张哈。OK， 等一下，3、2、1。好的，太好了。那我们谢谢各位。好，想要留下来发问的，想要交流的都 OK。我们接下来时间开放。好，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野外有看到青蛙的经验啊？对啊，或是有没有什么觉得曾经有想过什么问题？刚刚听一听，然后觉得也可以这时候来交流一下。那我问一个，其实我对青蛙真的还蛮不熟的。青蛙它们都什么时间点开始出没呢？它们喜欢在什么时间点，或者什么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对啊，好像只有在春天、夏天的时候有听到青蛙叫哈。那剩下时间呢？青蛙到哪里去了？对啊，去哪了？去哪了？应该是有一个大原则啊，就是他们会在水分就是安全的地方，才会出来活动。所以像现在天气热，白天我们人都不想要出门了，青蛙更不想出门，所以他们出来活动都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原则上这样讲。但是如果它是在隧道里面啊，那种山洞里面呢，它就会叫了，它平常就会叫。所以当他们叫是代表他们心情很好的意思咯。叫就是那个很舒服。交配季节的时候，求偶季节的时候才会叫。好，那像秋天、冬天啊，那天气变冷的时候，就是它的食物来源也跟着变少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一种我们叫休眠，他们不算冬眠，就是他们会那个睡觉来降低那个能量的消耗，所以他们是真的会躲到土里面去，真的到土里面去，所以他们可以躲很久，躲那么多个，过好几个季哦，这是真来假的。到那个隔年的春天的时候。好，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青蛙的岁数
它们短跟长大概可以是多大的范围？嘿嘿，我也是看书上的资料哈，我自己是没有做过实证的，就是说是那个数年到10年以上都有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应该是活不了那么久，因为它的肉他们很多肉太好吃了。是。你的意思是说天敌吗？对，会被吃掉。所以我有看过这么大只的台湾的那个盘古蟾蜍的那个母蟾啊，这么大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稀有的，这么大只。然后它是在花莲的伙伴就知道是在左仓步道。左仓步道3K 的地方有一个凉亭，2层的凉亭，然后旁边有一棵树，水池边有一棵树。我这个人就是没事就是去整，然后就拿个树枝啊，就东抠西抠啊，像那树根里面，它那个树下面有一个已经老化了嘛，就空掉的，然后我就用树枝去抠啊，哇，它就跳出来。还好不是被你戳到，戳破皮就惨了。这么大只，也是在秋天、冬天的时候啊，白天在休息啊。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谢谢。